哎，孙后，下次开冷气时可以把房门关好吗？孙后，孙后，哎，孙后，起来！孙后，你没事吧？啊 ！Hello， 警察，有个人死在我家里，在我房客的睡房里。我的地址是Sir， 向警方报案的是黄胜基先生，他是这房子的屋主。他在晚上8点20分发现死者在房客的睡房内，然后报警。医护人员到达后宣告受害人当场死亡。知道受害人是谁吗？黄先生说他叫李小花。谢谢。嗨，黄先生，我是高级调查员 Ray， 我想问一些问题。好的，我们进去谈。黄先生，你怎么认识死者李小花？他是我房客的朋友，李小花曾经来过这里找他。你的房客叫什么名？莫孙后。你知道孙霍和小花是什么关系？他们在自助餐厅一起工作，后来小花离职去当护士，但是他们还是朋友。我想孙后喜欢他。你知道小花的住址吗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他来自中国。我想他跟一个朋友合租一个单位。你知道孙霍在哪里？他今早打电话给我，他说他要在马来西亚做生意，不会再跟我租房间了。他说他要回自己的家乡。回到他的家乡？那他是马来西亚人？原本是的，但他是新加坡永久居民了。你知不知道他来自马来西亚哪里？马六甲。今早之后他在联络你吗？或你有没有尝试联系他？我打电话报警后，尝试联系他，要告诉他小花出事了，但他没有接电话。能拿他的联络资料吗？好的。黄先生，谢谢。Kevin， 去查波孙后，如果他离开新加坡，什么时候离开？黄先生，你怎样发现死者的？我工作回家后，看到孙后的房门稍微打开，电灯和冷气都开着，所以我就进去看看。我看到有人睡在床上，还盖着被单。我以为孙后可能身体不舒服，但是我掀开被单时，却看到小花，她动也不动，没了呼吸。你有没有孙后或小花的照片？有的。我们庆祝孙后的生日。请把照片发给我。有更多消息，请跟我联系。谢谢你，黄先生。珍娜，查一下李小花，她来自中国，在这里当护士，一定有工作准证。Yes, sir. Sir， 陈医生来了。陈医生 Ray， 开始吧。根据尸体僵硬程度，我估计死亡时间在24到36小时前，但我必须进行尸检才能确定。那他的死因呢？死者脸部充血，有一些地方显示皮下出血，颈部也有一些伤痕，显示颈部被人强压过。所以是被人勒死？有可能，但是我无法确定这点。好吧，验尸报告出炉后告诉我。我会的。你们可以处理现场了。
Sir，初步调查显示，博孙霍在早些时候，今天下午1点半由乌兰关卡离境。法医估计死亡时间大约24到36小时。查看祖屋附近的警方电眼，希望从录像中找到线索。好的。Sir，我尝试联络孙后，但是电话关机。初步调查显示，李小花是丹宾尼区域医院的护士，这是她的注册地址。到李小花的注册地址，找她的室友谈，还有她医院的主管，看他们能说出任何线索。好的。我跟李小花在医院的主管谈过了，她是个有爱心的护士，她的室友也说她人很好，跟她相处融洽，没有纠纷。尸体被发现前一天，就是3月21号，她没回家。室友并不担心，因为他以为小花到朋友家过夜。法医估计命案发生的时间是在发现尸体前的24到36小时。按照那个时间线，黄先生说他在上班。他下班后到母亲家住了1个晚上，因为母亲不舒服。我跟黄先生的雇主和母亲谈过，证实他没撒谎。刚刚拿到验尸报告，死亡原因是死者颈项受压迫，脖子上的痕迹不明显，也没有出现明显的勒痕。法医也不排除嫌犯用手按压。Kevin， 从电影查到什么？有的。孙霍祖屋的电眼显示，李小花3月21号大约下午1点走进电梯。当天晚上，博孙霍在晚上9点走出电梯。晚上将近11点，他推着一个白色的行李箱回来。然而，在昨天3月22号，他上午11点20分离开时，只带着一个紫色的行李箱。白色行李箱类似在他睡房的那个，很奇怪，对吗？为什么买了新的行李箱不带走？我刚发了禁止入境指令，如果孙后再入境，我们会收到通知。詹娜，向马来西亚皇家警察求助，看他们能查出他的家人还住在马六甲吗？也许他回家躲藏，向他们求助。知道。黄先生，好的，别紧张。发生什么事？孙后刚打电话给我，但那不是他常用的手机号码，这是我从来没见过的马来西亚号码。Hello， 阿黄。孙后，我昨天一直打电话给你，你那个朋友小花出事了。我知道，是我杀死他的，我杀了他。什么？但是，为什么？我那时候很生气，他竟然欺骗我，所以我就勒死了他。我不是故意这么做的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阿黄，你一定要相信我。我不是有意要杀他的，你相信我对吗？沈后，你现在仔细听我说，你必须马上向警方自首。不能自首。我打回给你，你不要联络我。沈后，沈后，他几点联络你？大约中午过后我就联络你了。黄先生，我需要你的帮忙，请你现在发信息给孙后。叫他马上打电话给你。那我要跟他说什么呢？别担心，我会教你怎么说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要知道他在哪里，跟谁在一起，下一步要做什么。我们也需要在找到他之前，让他联系你。好的，我准备好了。沈后，很高兴你联系我，我很担心你会出什么事。阿黄，我好怕。
我要逃跑，想要一些钱，你可以帮我吗？逃跑是没用的，回来自首吧。不行，如果我去向警方自首，我就完蛋了。你跟家人在一起吗？也许他们可以帮你啊。不，他们不会帮我的。对不起，我要挂电话了。如果你不是跟家人在一起，那你在哪里？在马六甲的酒店里。你不要跑好吗？我会想办法再给你发信息。你等我的信息好吗？好的，再见。黄先生，谢谢你的帮忙。有什么进展？有，马来西亚皇家警察查到他的下落。他住在马六甲的一家酒店，他们在监视他。好的，我去申请逮捕令。你们回家收拾行李，今晚启程。知道。大家早上好，今天新加坡警察部队的 SIO Ray 向大家简报嫌犯情况。我们的嫌犯博孙后，他涉及新加坡一起年轻女子的命案。他从3月22号开始潜逃。我们从昨天开始就监视他，他住在马六甲加兰哲伦顿的名酒店3号房。所有逃跑路线有人守住，清楚吗？ Yes, sir. 警察！不要！罗孙后，我是马来西亚皇家警察开警长，你涉嫌谋杀，逮捕你，铐上，搜查房间。不要！警长，我们走。不要！是的，是我累死了他。但是我不是故意的，我爱他，我真的很爱他。发生了什么事？一天晚上，我看到他回家，他身边多了一个男人。那时我很生气，很妒忌。她是我的女朋友，我的女朋友。一切都是我付钱的，她的饭钱、购物费用都是我付的。她怎么能跟别的男人出去？所以，我请她到我家吃午餐，要问清楚她这件事。哎呀，你干什么呀？我想亲你。你疯了？我又不是你女朋友。昨晚和你回家的那个男人，他是谁？你怎么知道我昨晚跟一个男人回家了？我看到。监视我？你真的疯了吧？你还没有回答我。
他到底是谁？我们就出去过几次，而且下个礼拜还要一起出去呢。就像你的男朋友一样。应该是吧？哎，不知道，没想那么多。你还有跟其他男人出去吗？我当时的男朋友吧，不过他那时候是到新加坡公干。你们有亲嘴吗？这是什么问题啊？有亲嘴吗？有，我们亲嘴啦，而且啊，还不只是亲嘴。小花，小花，小花。过后发生什么事？我决定把他的尸体放进行李箱，然后扔掉。所以我买了个行李箱。但是我回来的时候，他的身体已经非常僵硬了，我不能弯曲他的手臂或腿装进箱里。你就把尸体留在床上？我没得选择，我不知道该怎么办。所以隔天，我就收拾所有东西，逃回去马六甲。你用来勒死他的毛巾呢？我在马来西亚把它扔了，不记得在哪。他的钱和手机不见了，东西在哪里？我拿了他的钱，全部花光了，用完了。他的手机，我扔在马来西亚某个地方，不知道在哪。在你刚才看到的8年案件中，嫉妒导致一名年轻的女子身亡。刑事侦查局的调查人员和法证人员日夜不停地展开广泛的调查，以确定谋杀案的嫌犯身份。同时，卫生科学局的法医专家和马来西亚皇家警察的紧密合作，也有助于将被告逮捕归案。2021年，警方一共接获了1099起网络爱情诈骗案。在这一类的诈骗案件中，受害者总共损失了4690万元。在2021年，单一的诈骗案中，最大的损失金额竟然高达300万元。最近，本地又出现了一种新的网络爱情骗局，那些不法之徒要求受害人在虚假的银行网站上协助转账。骗子首先会在社交媒体平台上跟受害人交朋友，在获得他们的信任后，骗子就会要求受害人帮忙进行转账。他们会向受害人提供一个虚假的银行网站和登录凭证，以便进行转账。当受害人发现没有办法从有关户头转账的时候，
骗子就会说服他们，要求他们支付转账的行政费用，或要求他们使用自己的银行户头来转账。当受害人无法联系到骗徒，或骗徒要求他们做多次转账之后，受害人这时候才意识到自己掉入圈套了。以下4个提示可以保护自己，避免上当。在网上和陌生人交朋友时必须小心，对于从来没有见过面的人，千万不要汇钱给他们，不要点击可疑的网址链接，随时查看官方网站或其他资料来源。不要向任何人透露你的银行户头登录资料。保持警惕，在预防诈骗案方面能发挥重要作用。你只需要花几分钟的时间，仔细地查看那些可疑的请求，并核实信息的真假，确定没有问题后才提交任何资料和付款。如果要寻求意见，请拨打反诈骗咨询热线1800-722-6688，或浏览 www.scamalert.sg。这一期神之依法已经来到尾声，非常感谢您的收看。我是许兆荣警监，请大家各尽本分，预防、遏制和侦测罪案。再会。